好多人將算命當係天氣預告，以為知道要落雨，帶把遮就可以避過。但係如果我話俾你知，呢一把保護傘可能會令你錯過生命中最重要嘅洗禮，甚至剝奪咗你進化嘅權利呢？以前我都係咁諗，但係而家我對命理有更深層嘅理解。算命其實係唔可以趨吉避凶。點解我哋總係執着趨吉避凶？因為呢一個完美寄生喺人類嘅兩大弱點上，恐懼同埋控制欲。大腦冇辦法忍受對未知嘅恐懼，算命提供嘅唔係一個準確嘅未來，而係一個被定格嘅答案，用嚟緩解當下你對未知嘅焦慮。佢提供咗一種虛假嘅安全感，同時呢個亦係一種責任外判。當我哋將決定權交俾命盤，甚至交俾命理師嗰陣，贏咗係好命，輸咗係命定。我哋藉此逃避咗作為獨立個體應有嘅擔當。最諷刺嘅係，大多數算命嘅人並唔信命，佢哋想預知未來，只係為咗尋求改運或者化解嘅後門，試圖用最低嘅成本去控制嗰個冇辦法掌控嘅宇宙秩序。本質上咁樣係對命運開金手指嘅作弊心理。點解現代人會傲慢咁樣以為自己可以作弊？因為科技嘅發達令我哋喐下手指就可以控制世界。當我哋可以用大數據預測天氣，用醫學延緩衰老，呢一種前所未有嘅便利，催生咗一種我可以凌駕於規則之上，甚至修改宇宙原始代碼嘅幻覺。喺呢一種自大入邊，我哋失去咗對宇宙規律嘅敬畏。我哋將絕對中立嘅規律幻想成可以賄賂嘅人格化神明，去廟入邊燒香揾術士改運。呢一個唔係信仰，而係一場功利嘅商業談判。人類總係以為自己夠聰明，只要偷睇咗原始代碼，以為使少少錢做少少儀式，改個名或者換個風水，就可以喺唔改變心性、唔付出努力、唔承擔代價嘅情況之下，等宇宙為自己開後門。呢一種短視利益嘅交易心態，係妄圖操控因果嘅傲慢。但係規律唔係人，佢唔收受賄賂，亦都唔參與談判。老子喺《道德經》入邊話：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宇宙規律唔講人情，佢淨係會默默咁樣運作。試問宇宙嘅賬單真係咁容易被撇清咩？古人識得順應天命，而現代人淨係學識咗對抗同埋征服。所以一旦面對科技冇辦法解決嘅黑天鵝，不論係 AI 取代嘅威脅，揾唔到工作嘅焦慮，定係內心冇辦法填補嘅空虛，嗰一種我可以掌控一切嘅幻覺就會瞬間粉碎。呢一種傲慢令我哋徹底失去咗同自然、同內在連結嘅能力。所以現代人往往比古人更加容易集體崩潰。好多人認為算準咗就一定有辦法避開災禍。但係必須要明白因果定律嘅必然性，能量係守恆嘅。你以為避開咗眼前呢一場雨，其實只係將雨水儲成咗未來嘅洪水。因果嘅賬單或者會遲到，但係絕對唔會缺席。呢一次繞道避開咗，佢只會換個樣，喺下一個轉角再伏擊你。試圖玩弄因果嘅人，最後都會被因果反噬。最諷刺嘅係，當你執着於避開災禍，其實跌入咗另一個名為恐懼嘅牢籠。一個活喺患得患失，總係想辦法點樣趨吉避凶嘅人，即使真係避開咗眼前嘅呢一場雨，佢嘅心亦都永遠困喺陰霾入邊，見唔到陽光。唔止算命嘅人想作弊，甚至連命理師亦都會跌入救世主情意結嘅陷阱，盲目咁樣幫人趨吉避凶，本質上係干涉他人因果。如果因為你嘅準而令人避開咗不幸，咁亦都代表剝削咗他人反脆弱嘅成長權利。成日遞拐杖俾人，咁佢永遠都學唔識點樣行路。點解幫人消災反而係害人？因為生命應該要修嘅學分係唔會憑空消失。如果喺難度最低嘅時候選擇咗逃避，等下一次業力推住你不得不面對嘅時候，你可能已經失去咗最強嘅鬥志同埋體力，避開咗眼前嘅泥濘，亦都等於閹割咗自己喺逆境中長出骨肉嘅機會。當然有啲命理師並唔希望你成長，因為恐懼同埋依賴先至係最穩定嘅財源。真正嘅助人者唔係俾拐杖，而係點路燈，唔係幫你繞道，而係話俾你知前面有個氹。
等你帶住覺察，做好準備咁樣行過去。真正嘅專業唔係幫你消災解難，而係引導你理解風暴背後嘅課題，陪你直面恐懼。我哋必須要學識接納生命嘅不完美，甚至允許他人跌倒受傷。睇住人哋受苦固然於心不忍，但係咁樣正係對方靈魂蛻變嘅必經之路。命理唔應該係逃避現實嘅迷幻藥，而係應該直面人生嘅清醒劑。好多人以為攞到劇本就可以改寫命運，但係忽略咗命運本身就係最頂級嘅編劇。呢一場雨一定要落，你亦都必須要淋。痛苦係覺醒嘅催化劑。如果人生永遠活喺完美嘅保護傘之下，就好似溫室入邊嘅花，隨便一場風雨就會冧蕩。冇經歷過低谷嘅考驗，人好難長出真正嘅智慧同埋韌性。呢一個唔係勵志，而係宇宙定律。正如我另一條解說精神傷嘅影片入邊提到，薛丁格嘅名言：生命以負傷為食。如果生命避開咗透過應對困境嚟做工嘅機會，精神就會導向無序嘅混亂，亦即係熱寂。嗰一啲成日想靠算命避凶嘅人，內在往往無比脆弱。因為佢哋從未親自同命運貼身肉搏過，一旦因果嘅賬單冇辦法再延遲結算嗰陣，精神嘅世界就會瞬間崩潰。所以我哋需要由被動承受轉向主動轉化。當你唔再將落雨當係懲罰，而係心智嘅淬煉，你就唔再係命運嘅受害者，而係生命嘅體驗者。算命俾你預知風雨，唔係為咗教你逃避，而係俾你安頓好內心，坦然咁樣行入大雨之中。當你發現自己淋過雨、感冒過又康復過，就會長出免疫力。算命嘅真正價值係等雨水落喺你身上嘅時候，心入邊清清楚楚咁樣知道呢一場雨係有終點嘅，而雨停之後，我將會比以前更加強大。風雨唔係障礙，而係你心智系統升級所需嘅燃料。真正嘅強者係喺不確定性中跳舞嘅人。當你唔再試圖控制境遇，而係專注於修煉心性，將未知當係一場冒險，即使仍然會覺得恐懼、痛苦，亦都係真實嘅。但係你已經有咗前行嘅勇氣。算命係俾你客觀咁樣睇清楚自己嘅出廠設定、性格盲區、慾望、恐懼同埋天賦。等你承認我就係咁樣嘅人。好多人嘅不幸係潛意識入邊嘅重蹈覆轍。正如榮格所講，當潛意識冇進入意識，佢就係你嘅命運。算命就係將潛意識拉到台面上面，俾自己一個覺察嘅契機。佢係每個人最強大嘅內省工具。真正嘅命理話俾你知，你嘅硬體極限喺邊度，散熱好唔好，幫你釐清過去幾十年安裝咗邊啲有毒嘅後天軟件，係一份生命使用說明書。我亦都曾經透過呢一面鏡子反觀自己嘅格局。我嘅八字入邊潛伏住一股極強不服管教嘅陽印力量。喺命學經典《子平真傳》入邊，陽印格最起架殺為用。嗰個係一種需要開疆闢土、直面衝突，以此建立權威嘅生命力。但係喺我以往人生嘅能量入邊，食神制殺太過為病。喺心理層面表現為過度嘅自我保護，我變得軟弱、唯唯諾諾。明明內心唔服，但係就因為擔心人哋唔中意我而活得縮手縮腳。直到透過命盤，我先至發現，原來嗰個想打破規矩、帶住侵略性嘅，先至係真正嘅我。當我唔再逃避，接納咗呢一份陰暗面，實現咗榮格所講嘅與陰影融合嗰陣，我先至真正攞返自我嘅力量。生命中嘅挫折同埋不可控，其實正係自然規律嘅一部分。就好似我哋唔會指責冬天太凍，亦都唔會抱怨太陽點解會落山。人類大多數嘅痛苦係嚟自對規律嘅抗拒。當我哋不斷質問點解係我，點解唔可以順我意嗰陣，就好似抗議緊點解會翻風落雨一樣嘥氣。自然規律有陰陽，有潮起潮落，人生有高潮就必然有低谷。挫折不過係生命能量喺周期性嘅回調同埋儲力。不可控先至係世界嘅常態。科技俾咗我哋掌控嘅幻覺，但係阻擋唔住生老病死同埋命運嘅無常。當你徹底接納呢一點，你反而獲得咗真正嘅自由，唔再浪費精力去控制外在，而係收返焦點，專注於我點樣應對。
你會好似一個老練嘅衝浪者，甚至風浪唔係嚟毀滅佢嘅，風浪就係大海嘅規則，而你要做嘅就係藉住浪頭嘅勢，長出屬於自己嘅平衡同埋強大。算命真正嘅終點係臣服同埋坦然。喺呢一個充滿控制欲嘅時代，揾翻敬畏心嘅方法就係承認自己嘅渺小，明白無論係科技定係命理，都只係輔助我哋生活變好嘅工具，但係佢哋唔可以改變生命本身永恆不變嘅規律。算命如果喺現代有價值，正係因為佢可以提醒我哋個人嘅力量有限，等我哋重新揾翻對時間、對因果嘅敬畏。當你強大到可以接納命運嘅無常，你就唔再需要嗰把搖搖欲墜嘅保護傘，因為你就係自己最穩定嘅核心。我係觀命之局夏瑩，我哋下集再見。